卢浮宫里的世界史。这是艺术史上最早的战争场景记录，不但刻画了一个历史事件，还配上了楔形文字说明。这个残片描绘的是伊安纳顿率军奔赴战场，与战车上攻击敌人的情景。右上方残片描绘的是秃鹫叼走败军的场面，另一个残片上刻着当地守护神的巨像，他用一张网捉住了渺小的敌人。秃鹫石碑残片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卢卡基纳在位7年时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范围相当广泛的改革措施，并付诸实施。雕像人物是神庙的监督官，蓝色眼睛炯炯有神，腰间围着羊毛裙，是这个时期标志性的衣物。这些楔形文本描述了新苏美尔人是如何确定庙址、如何获取材料，以及如何举行落成仪式的。这些文本中还记载着古蒂亚梦到众神要他为自己建立神庙，若他履行了职责，即许予他与他的子民荣华富贵。在这里，古蒂亚将尼吉尔苏新神庙的设计图呈现给神，他将所有的雕像复制于神庙之中，在那里他们永远服务于神，待古蒂亚向神祈愿。古蒂亚的部分雕像上刻着他希望传达给苏美尔诸神的信息，在一尊来自吉尔苏雕像上写着：“我是受王宠爱的牧羊人，愿我长寿。”古蒂亚是新苏美尔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现存的古蒂亚像近20多尊，他的像或立或坐，双手紧紧交叠着，呈谦卑状。他所有的像皆为散长眼制成，是一种罕见珍贵并且质地非常坚硬的深色石头。石柱上端浮雕是汉谟拉比王站在太阳和正义之神沙马士面前接受王权，以象征君权神授。汉谟拉比法典是楔形文字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法中的某些立法思想和原则便源于这部法典。它不但对西方法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世界法治史上也占有了重要地位。太阳神形体高大，头戴螺旋形宝冠，身披长袍，正襟稳坐，正在授予汉谟拉比象征神权的魔标和魔环。汉谟拉比头戴传统的王冠，神情肃穆，举手宣誓。太阳神的宝座很像巴比伦的塔寺，表示上面所坐的是最高的神。石柱的下端是由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的法典铭文，共3500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属于苏美尔文字的延续，俗称钉头文字，也是一种象形文字。汉谟拉比法典由序言、正文、结语3部分组成，包括228条法律，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等制度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在这块胜利石碑中，戴着有角头盔者为那拉姆辛，以表示他是神王。他在士兵及敌人之上一步步登上山顶。此石碑是第一件将国王描述成为神明的古文物。在构图上，石碑并非采用水平构图，而是从左下角至右上角而上，表达出那拉姆辛崇高的地位。守护神兽拉玛苏也叫人面双翼公牛像，它们结合了动物休息时的正视图和跑动时的侧视图。为了展现拉玛苏正面和侧面的完整图像，雕塑家给了这个怪兽5条腿。
这种形象的雕塑矗立在王宫门口或者城门前，是一种王权不可侵犯的象征。楔形文字是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所创造，因为交换食物需要记账，因此逐渐用泥板通过图画的形式记录，用削尖的芦苇棒划在潮湿的泥板上，笔道呈现为楔形，因此叫做楔形文字。两河流域文明是出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邦文明的地方。